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我不小心读了电影。这几年呢，我学会了怎样用相机来讲一个故事。而相机只是里面的其中一个元素。当然，制作电影会有它自己本身的规则要遵守。一般上，在电影出现的每一个细节，其实都会有它自己的 purpose， 几乎是不会有不小心的。从开始写剧本的那天到最后拍完剪片，这总共会用了几个月、几年的时间来完成。对，所以出现的每一条毛都是经过认真考虑过，它才会出现在荧幕上。OK。我其实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不能把剧本的全部细节，从原本所想好的概念，在拍摄当天完全的带出来。问题是什么呢？问题就是我会一直想要改剧本，我每读一次剧本，我就加些东西，改一下不同的scene，然后到拍摄当天我也想改。然后一直以来，我都会觉得这是一个我需要克服的一个问题。我不确定这样子做是不是很严重呢？我知道如果我这样子的话，会让我旁边人、身边人很麻烦，因为我一直改东西。但是有让我比较安慰的东西，就是香港其实有个高外哥 Mr. Wong， 他就是好像比我更强，他会一边拍。这个人其实就是王家卫，代表作品有《花样年华》、2046、《重庆森林》，还有很多很多。其实这边会叫高外哥是因为我想跟他熟，然后又换回 Mr. Wong 是因为我发现，我其实跟他不熟。OK， 一边改，然后写了剧本，明天又再拍过新的东西，然后在剪辑的时候又再改过那个故事，就觉得可能我这个习惯不是太坏。所以这样，既然这个 vlog 今天只有我一个人在做，我只需要对我负责，所以我就觉得我可以随心的做，写了一小段就拍，然后拍了剪的时候觉得不对再写过再拍，所以今天就这样走，想要讲就讲。Mr. Wong 呢，是因为我很喜欢还有羡慕一位导演。因为我不是那种我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那种人，我不会知道我最后拍出的东西是要长什么样子，我都是需要从一个 idea， 然后我写 logline， 看了 script 一个一个场景再改，才会知道最后我最想要是长这个样子。所以我特别羡慕那些人愿意花时间去找他们自己 prefer 的东西，他们自己 prefer 的方式来做他们想要讲的故事。所以我每次在做什么 project 的话，我都会特别紧张，我就一直提醒自己，在一开始就要想好自己后面要的每一个 aspect， 不要临时就是大改，就是能的话就我现在突然就想分享一下，我每次在写剧本之前会做几样东西。OK。所以在写剧本之前，我只是会先想好一个 concept 还是主题先。这里的 concept 我讲的就是在你的那个故事的世界里面，它是长什么样子的。然后主题就是电影的类型咯。然后过后就是写 logline 话也是叫故事前提啦。故事前提就是你要用一句还是2句话来概括你整部片在讲什么东西。你想象一下，你跟你的女朋友吵架，他要你用1句话来解释为什么你看一定迟到，所以你要给他一个很精简的 explanation。但是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，他要的肯定不是1句。但是如果你那1句讲不好的话，他可以就用1句，哎呀随便你啦，然后他就走掉了。所以我们要确定的就是我们讲的那句话能够让他给你 permission 继续讲下去，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所以 logline 的作用跟这个是一样的，只是你对的不是你朋友，是投资人。你要讲用1句话来让他给你更多时间去解释一下你的剧本过后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所以 logline 本身就可以提高那个听的人的好奇心还有新鲜感。所以结论就是
就是其实我已经准备做 ending 了，但是我又看一下又觉得，诶，我这样讲 logline 的话好像还不够详细，所以我又回去拍了一个东西。然后其实我们人类眼睛是看着 screen 的话不好，我们要看到一点数。OK。所以在我写完 logline 过后呢，我就会确定我的 logline 里面会不会有这3个东西。第一个就是 protagonist， 然后 goal， 然后 antagonist。protagonist 就是主角咯，然后第二个就是主角的目标，第3个就是阻止主角完成目标的人还是事情。有时候我们就是叫这个做反派啦，就是他的就是那个坏人啦。OK，for example 啊。一个20几岁的音乐天才车手，想结束多年被犯罪集团老大强迫参与打劫的命运，和心爱的女服务员女友远走高飞。I hope not. What is your name? Baby. 这个呢就是Baby Driver 的 logline。然后其实 logline 没有想象中这样复杂啦，你只需要讲出他的故事，你不需要讲故事是要怎样呈现，那个是后面的事情了。所以你看在 Baby Driver logline 里面，他是不会写他枪战还有追车scene里面跟音乐配合的 editing 呢，他都没有写进去，只是写他的故事吧。其实我一开始也不是很喜欢写 logline， 我就觉得很麻烦，怎么要去写这样的一个东西，但是过后我把我想好的 concept 还有主题尝试放在里面过后，我就觉得这个 storyline 整个就顺很多，清楚很多。然后过后我想要加那个角色构造、情节，还是控制那个剧情的节奏的时候，我都会很方便一层一层这样加下去，就不会乱了，整个东西就可以 vision 到比较清楚一点。不然之前我就是好像想追车戏我要加音乐，我要用音乐 editing， 但是我又不懂那个追车戏是几时要出现，是主角被追还是他追人，然后他是为什么要追那个人，然后就是还没有弄好前面的东西，就先弄好后面的东西，所以整个东西会很乱，就很新。但是有 logline 过后就会比较好啦，所以那个就是我在写剧本之前会准备的东西咯。OK， 睡觉。所以讲回前面的问题，结论就是不是每一个问题都需要被解决，也不是每个问题都有他自己解决的方法，然后不可以把自己不确定的东西就当做需要被解决的一个问题咯。